哪儿了？有点忘了，咱们是还在搜查当中吗？不太记得了，不是特别记得了。咱们先看一下，咱们是要干什么来着 ？OK， 副所长和剑客叔叔，白毅灵是是那个失智了的那个。是那个只有7天记忆的小姐姐，记得啊，这是那个剑客的啊。欢迎多等分的商鞅进入直播间。欢迎多等分的商鞅晚上好，这就是副所长吗？倒是挺正常的房间。欢迎多等分的商鞅进入啊！遇到这么多奇怪的家伙，真心觉得副所长是唯一一个正常人。哎，副所长剑客吗？不是吧？哎呦，又是你机器人！哇！人都猜到世界，可还被吓到了。下午好，青樱姐姐，才1天没见，怎么又叫咱阿姨了？我们有点事儿想问你，比如说你为什么会跑到这来？就这点事儿啊，咱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好了。我声音开了吧 ？OK， 声音开了就行。红一张嘴，进狗闯祸。OK， 我想想啊，咱们应该是打过第1天的。右下角不对吧？好抽象。右下角没错，是抽象版的我，是不是特别有艺术氛围？是不是非常有艺术氛围？太久没玩了，我觉得至少得有2周，没玩这游戏了。我已经远远忘记咱们接下来要干嘛了。所以说，你为什么会跑到副所长的办公室来？但是优曼嘛，咱当然是给副所长准备休息时的茶水了。多等分的商鞅说，很艺术了。没错，充满艺术的皮套。这是哪儿的话？副所长什么人啊？副所长能跟他比吗？副所长是个大好人，大好人。哎，副所长孝顺慈祥，所长怎么一脸猥琐？人家才死不久。还有副所长从来不把咱当成道具看待，也不会对咱呼来喝去。冬天的时候，他还问咱冷不冷，要不要加件衣服。所以你需要加件衣服吗？虽然不需要，但副所长打理内务的时候，还是帮咱织了新衣裳。OK。副所长爷现在去哪儿了？是应该去他的茶歇时间才对，他去外面散步了，应该一会儿就回来。就我记得之前应该是谁？我觉得。点应该是那个剑客和这个所长应该算嫌疑人，因为之前应该是已经讨论过了，是通过停电然后将这个生化实验室和电磁实验室的这个门牌互换，然后因为停电电梯不知道到哪一层，然后电磁实验室有一个大的这个磁吸的墙，然后这个笔记之前说过了，不是这个笔记，这个所长的笔记之前说过了，他要带这个金属背心和头盔，所以他一来电，这个磁吸墙一吸，他就带着金属头盔和这个背心就啪就吸到这个墙上了，所以他就死了。所以他死的情况是，你看这个后背上有血啊，然后呢又通过一些情况让他死在了那个生化实验室。就是换了一下，把电磁实验室和生化实验室的门牌调换了，因为这2个屋子位置一样，然后装修的风格就基本没差。这是之前咱推论的，想起来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是谁干的。副所长在案发当日对剑侠说了很严肃的事儿，我对那个有点在意，到底什么事儿呢？我操，这什么东西啊？多等分的商鞅说，四好冤呐。因为这个所长在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调查他的房间，说他有一个包裹，这个包裹应该是咱们第一章节的时候出现的，有可能是跟第1章出现那个包裹有关。然后这里面这个所长还有就是这个白毅灵，他只有是7天的记忆，然后他当时那个记忆应该就是跟女主，就是咱们这个游戏的大主线有关，就是这个女主也经历了一个事情，然后这个所长也跟那个5年前女主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这个章节有点偏，有可能会引出来主线的一些故事，但是目前还没有提到，因为在第1章节之后，我们那个犯罪嫌疑人是邮寄了一个包裹，然后第1章节没有谈论这个包裹，然后目前看所长是收到了一个包裹，但是现在是不是那个包裹，现在还完全没人在谈这件事儿啊，所以不太清楚，可能跟那个有关系啊。你的性格真太恶劣了。有什么新发现吗？对命案的看法，咱可真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啊！如果有一桩命案发生在你以前，你会怎么做呢？欢迎多等。虽然没有搭载任何医疗程序和机能，如果真的看到垂死之人啊，一定会上去救治啊，不管那人多讨厌。按照你说法，你从头到尾没有参与到朱所长的命案的吗？这个就是学那个逆转裁判啊，这是这个游戏里的勾玉啊。战宝下划线57黑暗之塔进入。欢迎战宝晚上好，这就是这个游戏里的勾玉啊，别他妈中二啊！因为咱了解的晚，所以连所长的尸体都没见过。真理圣枪没有反应，是不是意味着？糟糕，我想起来了。就是说，虽然说他可以通过呼吸什么的，但是这个只对人啊，对机器人没反应啊。发现这个 bug 了，机器人测不了谎，打 bug 了。你的身体原来是可以打开的，多么普通的构造啊！咱的核心部件基本都集中在头部和胸部，肚子这个空间闲着也闲着。卡赞有可能跑去晒不到太阳、充不了电的地方工作，这个舱是用来放备用电池。可是你打开它的时候，里面好像是空的吧？咱又没有出远门的打算，所以用不上电池，当然会空着。你就不能感同身受想想，在你肚子里塞个大铁坨，它能好受？不过如果没有备用电池，研究所里停电的时候，你不会受到影响吗？昨天已经说过了啊，咱的能量都来自晒太阳啊，和研究所没有电没有关系啊。不过停电的时候就不能在车间里看剧了，那可真天大的影响。原来重点是这个，你身体里有个挺大的储物空间，平时基本上都空着，对吧？也有可能是个点啊，哪有基本从来都是空着的。除此之外，还有隐藏的机能告诉过我吧？啊，把脑袋旋转360度再拔下来算吗？这个不算，有没有实用点的？咱现在还装了屏蔽性皮肤涂层，这个是个没有用的功能，超级的。皮肤涂层是什么东西？所长那老头的终极目标就是设计出和人类一模一样，可以以假乱真的超仿真机器人。他甚至希望咱能像正常人类那样通过安检，坐着飞机四处旅游什么的。所以咱的皮肤涂层可以屏蔽一切检查手段。咱这个模样就算屏蔽一切检查手段又有什么用？哦。感觉他这个肚子里面是不是就是给他装了什么东西，让他过了那个屏蔽啊？呀，副所长的茶泡好了，咱也该走了。今天周日下午还有电线杆宝宝要看啊，电线杆宝宝，听这个名字就不想看。咱不要乱动副所长东西，听到没有？要是碰到那些不该动的东西，他可是会发火的。总之，咱先走了啊，拜拜。副所长的办公室里不知道会有些什么，哎，没关系啊，习惯了啊。不在的时候咱就狂翻东西啊。调查一下啊，有个保暖壶，水壶上掉了一些漆，好像已经用了几年了。在这种充满高级感的这个科研所里见到这个东西，觉得画风不对。如果不用他们副所长爷该怎么喝水呢？比如说用饮水机。就其实这个暖壶什么的，其实有些人也会在单位用啊，就是离这个接水的地儿太远了，他就会弄一个暖壶，这样他就随时随地能喝。不需干净的整洁储物柜可以看出来使用者平时的个人风格。拉开看，每个柜子里的文件都井井有条啊，还在文件上贴了不同的标签。设计图、预算表、计划书，副所长管理的文件真不少。这是什么？待销毁，让我看看。前面是一些打印失败的废页，还写着很多数字的文件，这个东西应该账单吧？我也在村里见过。
大多数款项收款人姓名基本上都是本所的所长朱平江，而且他还多次从一个来自海外账户收到汇款。这是多少钱呢？我数数，好家伙，光是这几个月就差不多1亿元进账。哇，原来研究所这么有钱啊！是所长爷爷的工资吗？科研经费啊，不是给他个人花销用的。姐姐，你看这里还有一张尺寸很奇怪的纸，它和它周围的文件都不一样。这个纸张的颜色和形状，红叶总在那里见过。难道说，哦，是那个白艺玲撕下来的那页日记，是不是？晚上听到一阵呜呜声音，来了好多警察。啊，真假？这不是白艺玲日记里那张纸吗？这就是白姐姐日记里被撕掉那一页，撕痕完全一致，不用鉴定也能看得出来。可是这页纸为什么会在这里？难道撕掉它的人就是？先别着急下结论，赶紧看下内容吧。晚上听到一阵呜呜的声音，来了好多医生和警察。不知道研究所发生了什么事，我问副所长和剑客叔，他们都不告诉我。回想起来，上午副所长和剑客叔好像在聊到了定时炸弹天盾什么的。副所长还说了，绝对不能说出去，会给研究所带来灾难，希望没有发生不好的事情。剑客叔的手破了，还流着血，去给他买了创可贴。明天我又要忘记这周的事情了。愿上苍保佑我一切安好。这个剑客叔有问题啊！这个天盾和这个定时炸弹就是这个事儿啊。咱女主也是，跟天盾有关，看到了天盾才来调查这个案子的。最一开始的时候，恐怕隐藏着相当惊人的秘密。我的感觉没有错，这个地方果然与天盾有着脱不开的干系。难道说这个研究所里有那个组织的成员吗？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接下来的调查也要更加谨慎。这些日记上的内容看起来和所长之死并没有直接关联，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看来撕下他的人只能是副所长本人了。他到底是出于什么理由才将他藏在这里，给研究所带来灾难，又是什么意思？这个文件夹下面鼓鼓的，好像还有别的东西呢。这是什么？徽章吗？背面没有别针的，如果是徽章的话，应该带不上吧？等等，这个图案觉得似曾相识。里面这个金属花纹好像是个天字呢，盾牌形状和徽章里面有个天字嘛，这恐怕是比白艺玲日记才更加了不得的东西，是天盾吧？副所长他到底对我们隐藏了什么秘密？然后就被发现了，不会吧？啊，不会直接进审判了吗？还没有。办公室的门怎么开着？是青樱吗？糟了，有人回来了。姐姐，我们该怎么办？好不容易到手之后就不能这么丢掉。红叶，你收好。原来是律师小姐和助手小姐，你们两位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那个副所长你好，今天天气不错。如果你再拿今天天气与昨天相比，我不得不说，确实如此。让爷爷中午好，非常抱歉没有允许就进了您的办公室，也无妨，想必是青樱开的门吧？你们作为小兰的律师，居然2度来研究所询问调查，真是感激涕零。您言重了，其实过来找您是想问几个问题。对，小老，请问几个问题，具体有多少个？我们在今天庭审和调查中有一些新的发现，只是简单和您聊聊。明白了，我会竭尽所能回答的。有一说一啊，你说我要是对他出示这个天盾会不会有反应？还有这张纸，不就发现了吗？今天庭审您去看了吗？当然，你和那位检察官相互高呼反对的样子，已经深深印在我脑海里了。你就不能记点别的？从今天庭审来看，所长的死因好像出了点问题。我不得不说，检方的调查真是太不严谨了啊！这一点我倒是认同。那位检察官有很多推论，都是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验证的情况下说出的。这样的人注定无法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我觉得那家伙的志向应该是成为伟大的音乐家。所长爷爷，你对所长的死因有什么想法吗？请定义一下想法，这个就是脑子里正在想的事。很遗憾，本人的脑子里只有料理研究所的杂事，并无他物。对了，您昨天和我们说过，不要为难今天的证人，这个人指的就是白艺玲小姐吧？是的，检方让她出庭作证也开始反对的。无奈那位头发很绚丽的女警同志再三恳求，我才不得不答应。幸好你们2位言辞温柔啊，才没有为她带来更多的伤痛。白小姐是个温柔坚强的孩子，我们自然会善待她。不过总觉得所长话里有话，是我错觉吗？我今天说过，已经在这个研究所里工作了8年多，不错，这样一来，您应该比白小姐来的还要早吧？
如果你想以此衬托本人在所里的资历，我不得不说这有些过誉了。在小白被收治之前，所长就找我讨论过这个项目。虽然他研究另有所图，但这个技术却刚好能治疗小白的病症啊！这个项目不是机密吗？您这样跟我说合适吗？已经无所谓了。哎，为什么？所长是这个世上唯一能推进这个项目的人，他这一死，这技术便只能胎死腹中。怎么会这样？虽然这很残酷，但这样的结局恐怕已经注定了吧。小白在所内参与的实验项目被称为彭祖计划，那是什么东西？这个解释会有点麻烦啊，没关系，您说吧，我们也想听。彭祖计划啊，我也从书上读过这个彭祖的故事，他好像是这个世界上最长寿的人，而且每过几十年就会返老还童，对吗？想不到你连这个都知道，真是学识渊博的孩子，连我都第一次听说。你们已经见过青鹰，应该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将人类记忆移植到电子内核上。这个他说过了，真是有如奇迹的技术。真正奇迹还远不止于此。所长的下一步计划是反向执行这个步骤，将电子内核里的记忆转入到人类的大脑。哎，这种事情真的能做到吗？如果所长还在，再过个10几年，也许可以了嘛。哦，是想把这个白翼灵的记忆先导到机器人身上，然后再相当于机器人做个存储介质，每回再给它导回来。人类的躯体总有个使用年限，然而机器人却不同，只要时常进行恰当的维护，电子内核就可以永远存在下去，甚至比彭祖更长寿。一份记忆在人脑和电子内核之间自由转换，它也可以永远被传承。真是好伟大的研究，如果成功的话，人类不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吗？那你就要看怎么定义长生不老了。所长这些年一直都追寻这个计划，似乎和他来到研究所之前经历有关。哦，来研究所之前的朱平江，我手头没有相关资料，这应该和本案没什么关系。跟本案没关系，不代表可能跟之前的那个天盾没关系吧？罢了，说这些没有用处。如今看来，这个技术已经无法实现了。虽然这样说对小白不太好，但这个实验能够终止，本人倒松了一口气。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存储在人脑中的记忆是独一无二的，但电子内核是可以复制的。一旦电子内核的记忆可以导到人类身上，会引发很多令人担忧的后果。我有点听不明白，既然项目已经终止，我们大概就没什么好担忧的了吧？当然，到最后只是苦了小白一个人而已。想到他全家在6年前遭遇的祸事本人之间还心痛不已。那个照片吗？副所长，这张照片你应该看过吧？这不是小白和他家人最后的合影啊。律师小姐的收藏兴趣倒是有些独特，我才不是出于兴趣才收藏它呢。虽然有些冒昧，但我希望能向您询问一些旧事。可否准确定义旧事所指的时间范围？如果2位想知道恐龙是如何灭绝的，恐怕不在本人主攻的领域之内。我们想问的是关于发生在18年3月10日的魔方体育场爆炸案。这样，从您的反应，我已经能猜个8、9不离十了。白依玲父母去世，他头部受创，这一连悲剧，并不是他日记里提到的车祸，对吗？果然这件事另有隐情。既然如此，我就直说了吧。白小姐一家应该被卷入了那个30魔方体育场爆炸案吧？这件事与所长遇害一案有何关联？我还不能确定2件事有无关联，但我不想在调查阶段放过任何细节。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恳请副科长能据实相告。追求真相之路，追求科学之路，在本质上果然殊途同归。律师也都说到这份上了，如果仍然死咬不放，倒是本人不识大体。接下来我无论说什么，请不要让小白知道。6年前3月10日，小白一家3口正在天照民国旅行。那一天，魔方体育场正在表演一场颇具人气的大型舞台剧，吸引了诸多游客。小白一家便混在那游人之中。而那个罪恶组织因为一些可悲的理由，在观众席一角安放了一枚炸弹，是那个天盾吗？这起案件在全球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我还在读高中，也在新闻里看到了报道。没记错的话，这次爆炸一共造成27人身亡，上百人受伤。
而丧心病狂的天盾组织自此也成为了各国打击的首要目标。小白一家3人刚好坐在爆炸区的中心，按道理说他们3个人都没有生还的可能，但是他的父母用身体为他挡住了致命的冲击，才会变成这个结果。那个组织夺走了他的一切，却唯独留下了他的性命。对他来说，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这个问题只有他自己能回答。还有件事不明白，既然真相是这样，他为什么会在日记里说自己遇到车祸呢？这也是我们无奈之举。他刚到研究所的时候，情绪还非常不稳定，每到记忆复原至，就会因为身处陌生环境变得恐惧，甚至暴躁。如果这时再将真相告诉他，只能令他雪上加霜，我们又于心何忍？贝尔姐还有过那样的时候吗？虽然她偶尔会有点哀伤，但红叶觉得她是个很开朗、很坚强的姐姐呢。曾经有一周，我们不小心让她看到电视上的新闻，其中就有她父母的死讯。她狂躁的挣脱了控制，甚至扬言要去杀死父母的凶手复仇。欢迎 K 叔进入直播间。欢迎 K 叔，晚上好，晚上好。如果不是剑侠及时为他注射了镇静剂，他会做出什么事来？我们谁都不敢想象。突然间知道这么残酷的事实，会有这个反应，大概也是正常的。因此，在剑侠的提议下，我们只得编造了这些善意的谎言。他就在车祸中受伤，而他的父母出了远门。这些谎言瞒不了他一辈子，却能让他暂时平静下来。是的，他能恢复到这个地方，大多也是剑侠的功劳。我和虽然年纪大了，搞不懂小姑娘心思，还是他们2个同龄人更能玩到一起去。他们俩年纪差也差好远。对啊，一个20几，一个30几。哎呀，一不小心扯远了，很抱歉。本手头有些工作要做，同时还要准备明天出庭的正事，恐怕咱的交友就到此为止了。啊，稍等一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黄副所长，明天你要作证吗？是的，虽然不太情愿，但案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本人已经不能再坐视不理了。那个副所长爷爷明天打算说什么呢？无妨，明天在法庭上，本人就只会就自己知道是作证，仅此而已。那些只有您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事，你也会全盘托出吗？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是我食言了。副所长看来并不打算交代藏匿重要证物的事。律师小姐，如果你想触及一些你本不该过问，我不得不说，这不是个明智之举。本人在这里工作8年，如果条件允许，我还希望有下一个8年和再下一个8年。如果人想破坏这一切，本人就会有些困扰。您的话我记住了，明天法庭上还有劳您关照了，那是自然。本人茶歇到此结束，不再招待2位了。OK 啊，就此别过，拜拜。副长明明语气温和，满面笑容，和他说话时我却直冒冷汗。这个黄世臣在本案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但是总觉得还有没去过的房间。我看那个平面图，有那间闲置的屋子。还有没进过的房间。哦，剑侠的房间，剑客的房间。要你这房间整的是跟之前那几个都不一样哈，有种那种大老板的感觉，不祥的份。这咋不祥呢？我看挺好的。啊，他不在正好啊，总是能赶上没人看守的屋子。咱每回都通波调查。哟，这 BGM 怎么这样呢？柜里倒是放了不少文件的，每个文件上还有标题：我山飞狗，绝代三骄，山寨版武侠小说。加着一本相册。照片人并不是剑侠吧？是白姐姐。欢迎引荐陈世忠进入。欢迎引荐陈世忠，晚上好。相册里面全是白姐姐单人照。变态狂吧。第一张照片拍摄是3月13号，应该是他刚进研究所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拍的这些照片白依林是否知情。如果是偷拍的，可真是变态狂了。
啊，还拍照片啊？不会喜欢人家吧？上面挂了一把宝剑，地锁斩星，取的名字跟倚天剑这种风格，它叫非卖品。哎我去，翻垃圾，奇怪东西真不少呢。手里剑，这好像不是我国武侠会用的武器吧？现在拿了好多物品了，要注意检查呢。好嘛，拿个塑料袋一起装走。是何人在修炼时代？坏了，这没看全。不请自入，实为贼。我们只随便看看，这是呀，那是白姑娘的至宝，每周的前3日暂由在下保管。前3日，白姑娘在每周6苏醒，她需要3日熟悉环境和本派众人。到第4日时，她已与在下较为熟络，自然会将这枚散交还于她。这些照片均设于周5，以记录她每个记忆轮回中的成长过程。不过他这个状态已经持续6年了吧？对樊小姐来说，这些事永远都充满了新鲜感，但对你而言，只是一遍遍重复吧。这样下去你会觉得很枯燥。白姑娘身世可怜，在下行侠仗义，常伴她左右，本就义不容辞。是这样吧？剑客先生也是很辛苦的吧？在下练功时辰已到，2位姑娘请回吧。在下修炼时，一乐杂物充满晦气之气啊！与我2位保管怕是不妥。大哥，你有点东西啊！啥也没捞着，啥也没捞着呀！被他二话不说的赶出来了啊！任务也被收走了。呀，剑客先生剑砍过来时候，红叶从垃圾最深处找到的。红叶是不是做了不好的事？不，你又帮了个大忙。这啥呀？看起来是一个黑色插头。啊，又是随便抓了一个。OK， 今天调查结束了啊。呀，上星期你还没走啊？哟，律师小姑娘，你们这是准备回去了吗？是的，该做的事能获取到的情报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看明天的庭审了啊！是这样呀。那种诡异到让人不悦的笑容是怎么回事？申刑警，莫非你还有什么话对我们说吗？并没有啊，这分明就是有的样子吧？拜托，你就别再捉弄我了。本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小小的情报。呀，要告诉我们什么情报？法医那边终于做出了朱平江的详细尸检报告啊！法医维持之前报告中关于致死力量推断，不过他们在解剖时发现了有趣的东西。朱平江的头部发现了微量的金属碎屑。哎呀！是的，准确的说是一种钛合金碎屑，沾有死者血迹，还没有被生化试剂清洗。虽然是金属，但量实在太小了，不足以触发电磁实验室门口金属探测器。有血迹，没有被生化试剂清洗。这个钢合金碎屑到底从哪里来的？那个头盔呗。研究所里和它同材质的东西可只有一件。既然你们也调查差不多了，不如自己来猜猜看。
案件还有一些细节搞不明，但大致的来龙去脉倒是心中有数了。搜出来的金属碎片应该是来自这个东西吧？那个头盔吧？就是它。是电磁实验室发现的金属头盔吗？是的，既然朱平江头部发现了他的碎屑，就说明他在死亡时带着他的。这么坚实的头盔都要把碎屑戴到佩戴者头上，一定受到巨大的冲击。能让头盔受到巨大冲击，只有那个地方了。没错，如此一想，锁上死因就要完全重新审视了，不是吗？不错不错，姐姐果然没有看错你。只不过你觉得做出这种程度的推理就足以影响这个案子吗？我不觉得，我能想到的，陆检不可能想不到。你知道就好，姐姐我呢肯定是来肯定一下你到目前为止小小的努力。明天的庭审会打成什么样，还要看你自己。到底会是怎样对决呢？到时候可要去法院要盘录像带看看。明天的庭审，明天你会来到法庭继续作证吗？姐姐，我出来查案这2天，国际刑警那边的工作已经堆积如山了。反正小春少这么难干，该说的让他自己去说就好了。真是的，好久没接杀人了，好不容易赶上一次，却这种奇葩的洗法。去年刚刚剿灭了一个东南亚的毒帮，他们杀过的人堆积起来，构造这个研究所2圈了。你觉得相比起来，我应该先管哪个呢？这小小的谋杀真的只是微不足道的案子了。好在这案子算是查到头了，你们的工作明天也该收摊了。好，最后的法庭了。最后的法庭。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案发的时候，姐姐我恰好路过这附近罢了。哦，那个圣剑，没什么，太意外了。这类圣像居然对沙县警也产生了反应，领导他都在隐瞒着什么。果然这个案子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虽然对着沙县警使用这个东西，也许会招来奇怪的后果，但事已至此，我不能退缩了。有呵。小姑娘，你手里的东西是什么意思？莫非你也想袭警吗？不，这只是个装饰品而已。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想用这个真理声枪狠狠地戳他的制造者几下。冷静，还先分析一下局面吧。虽然仪器对沙县警产生了反应，不过他应该不是因为心里有鬼才说谎。沙县警一直在尽力查案，还多次帮助过我，肯定不会是涉案人员。我想，作为警方的高层人士，他对我有所隐瞒的理由多半是公务才对。我等一下。毕竟对方是吃软不吃硬的沙县警，盲目的虚张声势估计是要吃苦头的。想让他透露实情，就要用逻辑和证据来支撑自己的推断，再一点点试探，就这样试着揭开他隐藏的情报吧。欢迎瑞兹老师，晚上好。沙县警，你刚才说案发当时你恰好路过这附近，可这个研究所位于郊区，我和红叶坐车都要过来花很久，除非专程过来，否则你应该没有闲到会路过这里吧？很有趣的推断，可你怎么知道？姐姐，我不是到这附近来处理其他案子的呢。沙县警，身为一名主攻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我在看电视剧的期间，偶尔还是看看新闻的。这次好像搞反了吧？总之这段时间，除了朱所长身亡外，这附近发生的重大案件，可是连一起都没有。那又怎样？就算我遛猫遛狗遛孩子跑到这里来，也没什么奇怪的。好吧，我们先不说你为什么路过，这个案子对沙县警来说还有另一重特殊性。怎么说？保存是因为死者很有名，不对吧？等会儿啊，那不是死者很有名，那就是第一个。因为沙县警，你刚才自己也说过，你自己已经有几年没接过谋杀案了。那么这么多年，你只接下这一桩谋杀案，这个案子还不够特殊吗？
我去，才降了这么点，都笑了吗？这下总算可以打开局面，虽然只有一点点。接下来的战斗才是动真格的。沙刑警，我还听说你在国际刑警中的组织里的工作似乎与国际犯罪集团有关。秀贤真灵通嘛？不过这一点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朱所长之死和某个事件恰好发生在同一天。我看看啊。3月10号，他是几号死的？不是一天啊。欢迎永不磨灭猫进入。欢迎永不磨灭猫，晚上好，晚上好。你玩新游戏了？猫说：“你好。”娘。而那个事件不就是刚好和国际犯罪集团有关联吗？你在说什么？他准备拆开话题了。光凭语言果然无法撼动航线，他的防线我必须拿出证据来保存。这个原因恐怕和这个案件有关吧？哪个案件？这个就是他。没错，这份是事务所所订的报纸，在这张报纸上清楚地写着：磨灭猫上传了1月。感谢永不磨灭猫的一个舰长，感谢永不磨灭猫的一个舰长，感谢永不磨灭猫的一个舰长。永不磨灭猫说：“播一个，被某个国际犯罪集团盗走的炸弹遥控器在最近突然重新出现了。和国际犯罪集团天盾有关的事物应该在沙县警你的管辖范围内吧？这倒没错，但你突然提起天盾做什么？只是刚才这条新闻本身还不足以说明沙县警你插手这个案子的理由。但是这个案件清楚地展现了这条新闻和你这个研究所的联系。我靠！这个不对。需要证明遥控器炸弹遥控器现身。那个这个想想啊，这条这我亲戚点这条新人员和这个研究所的关系有点忘了之前的证据，我再重新看一遍啊。该货物托运者，想想啊，这个会计单据吧，就是他。这张快递单你是在哪找到的？他被丢在了朱所长的办公室的垃圾桶里。沙刑警，这份快递单上的发货地点正是报纸上提到的高档小区，什么习义庸宅。而这个邮政编码10009M 恐怕指的就是这间研究所。那个小区就是这个第一章应该提到那个小区。这个快递单回头要记得上缴警方哦。这么的一大段，看来猜中了。如此一来，这个研究所就和天盾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好了，陪你在这儿耽误了这么久，现在该走。不，我的问题还没问完。居然还有，你要知道，国际刑警工作还是很忙的。姐姐，我陪你耗了这么久，仁至义尽喽。不好，山县警就准备转身离开了，我先保存一下。没有太多时间思考了，必须找个理由叫住他。山县警，请等一下，你来这里介绍这个案子的理由，我想已经知道了。看你只是虚张声势，这可是高层机密哦。事到如今，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你在百忙之中抽身来此办案，应该只是顺手的事。而你来的这个研究所，真正目的应该是我靠，麻风研究所找东西。你来这里是找东西的。不对吧？还真是啊！不是的，因为这件东西不但很重要，而且非常危险，它已经危险到必须由你亲自来回收的程度。我靠！我想想啊，亲自回收，什么东西能让他亲自回收呢？短短的沉默。沙县的内心在动摇。欢迎24精神院长陨石，晚上。沙县警，也许因为你公务的原因，有意有对这件什么闭口不言吗？但我毕竟是本案负责律师，如果你能如实相告，会对分析案情有莫大的帮助。如果你还是不能直接说出口，就由我来说吧。我去，有钱啊！那研究所要找东西就是这个，我靠！
这个啊，这让我哎，不是吗？等会儿，要找的东西是什么呢？还有什么是天盾的徽章吗？欢迎毛毛18进入直播间。欢迎毛毛18晚上。想想啊。这个遥控器吗？还是为了这个遥控器吗？莫非是遥控器？不对，哎，你是从哪里来弄来这个东西？哦，还真是遥控器啊。OK， 哎，真拿你没办法了。遥控器选2次啊！看来你之前一调查结果都会赶上我这一整群无能的下属。我可不是只身一人，毕竟还有红叶这个厉害的助手，还有多亏某个居住在偏远山区的变态宅男。算了，反正你都调查到这个地步，现在告诉你也不算泄密了吧 ？OK。申先生，果然天盾才是你亲自接受本案的真正理由吧？算是一个吧，真是败给你了。高威力的定时炸弹3000，本是天盾在5年前打算引爆的东西，在机缘巧合之下，我们阻止了那次袭击，但是炸弹和遥控器的下落却一直不见踪影。5年前那次惨案算亲历者，我知道那次警方为了挫败天盾的计划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所以说，山先生吸引到这里来的，并不是朱社长的死，而是突然现身的遥控器，对吗？欢迎永不猫猫回来。没错，这么危险的东西重见天日，这是国际刑警绝对不能忽视的大事件。那枚炸弹倘落在密集的人群中引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既然这么危险，沙先生有没有查到他是怎么跑到这里的呢？为何不播我？播你呀，不播你，播，不播你。就像新闻里报道的那样，遥控器被装在一个快件里，从郊区邮寄过来。哦，当时那个第一章的案子邮寄的是这个遥控器，寄出者的反侦查能力很强，我们无法追踪他的踪迹。若不是警方多长了个心眼儿，在快递分拣处安插了人手，恐怕到现在都不会发现的。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这个遥控器在研究所内被找到了，欢迎伟盛，晚上好。那炸弹呢？你真是一下就戳到解我痛处了啊！炸弹还没找着，炸弹不会装在他肚子里了吧？本以为找到了遥控器，那炸弹也是手到擒来。可惜啊，姐姐我带人把这个研究所翻了个底朝天，连个炸弹的影子都没见到。也就是说，炸弹的威胁还没有解除。倒不是，这个遥控器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它在我们手上，按照理来说就没人能引爆它。原来是这样，那东旭姐姐，我们是不是该赶紧把这个样器交出去呢？这还用说，山一姐，请把它拿走吧。OK， 你两个呢这么懂事，倒是省去了我的麻烦了。不过这遥控器既然在你查案的过程中找到，多多少少也算证物，我不能让你继续拿着它。但关于它的信息，姐姐我会给你出具一份证明。哦，可以。说起来，关于这个天盾，你知道多少？这个虽然不能说是全无了解，但我肯定和沙刑警没得比。就这样吧，你们都调查到这份上了，我再多说几句倒也没什么。关于天盾的事，还请沙刑警赐教。赐教可谈不上，毕竟追查他们是姐姐我的本职工作。欢迎玲珑，晚上好。你应该知道，天盾是一个大型国际犯罪组织，现在成员已经遍布全球了。我记得这个组织已经存在了10几年，主要活动是在亚洲。欢迎红色先锋，晚上好。是的，虽然亚洲是他们的大本营，但我在欧美地区也发现过天盾的部分分布。走私、贩毒、非法运赌场等等，这些黑帮的常规业务，他们全部都有所涉猎。这些都是一些利润很高的不法行为吧。据不完全统计，天盾的去年总收入已经超过了600亿美元。我操，这么高！如果不是这样，国际刑警还不至于看重天盾到如此地步。
这一点我也有所耳闻，因为他们的进攻性吧。没错，这群恶徒不但经常和军警发生武力冲突，还有一定的恐怖主义倾向。为了宣示武力，他们可是连平民都会袭击的。你指的是几年前天照民国的30魔方体育场爆炸案吗？是的，在人员密集的剧场中引爆炸弹，如此灭绝人性的事，只有他们做得出来。可是剧场的观众犯了什么错？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天顿的目的只是向曾经捣毁其分部的天照民国示威而已。这种残酷的报复行为，最终不过是为了保住组织的犯罪利益链条。好过分！这么丧心病狂的组织，行动却隐秘得很。国际刑警大费周章地追查了几年，虽然斩断了一些天顿的羽翼，却始终没能把他们彻底铲除。是的，经过这些年的行动，我们成功清除了几名天顿的高级干部。天顿的高层干部共7人，他们彼此之间都用代号相称。另外，警方意外截获的电报中得知了这些代号的名字和排位。嚯家伙，你这还整上那个排名了，分别是华穗、玉兔、子夜、象县、德汉、魁月和北斗。他妈瞅着都他妈像中国人，我操！都是些好奇怪的名字呢。象县，排名第5的汉德，大概是取自英文汉德的谐音，也许是因为手有5根手指，他才叫这个名字吧。这家伙是个盘踞在东南亚地区的毒枭，也是天顿重要的经济来源。姐姐，我在去年的行动里已经带着他击毙了。我有点忘了象县出现在哪儿来着，真没印象。等等，这不是我在几个月前接过案没出现过啊？哦，沙县警，有关这个天顿干部象县，你有更多的信息吗？你们这个做什么？我有很重要的事想了解。象县是天顿干部的第4系，也许是象县有4个而得名。警方并不能锁定他的身份，只知道他是天顿的技术支持者。我操，不会是这个所长吧？不会是这个死者就是象县吧？然后那个武侠大哥为了守护白衣灵，直接把他给干了。那沙县警觉得这位象县有多大可能就在这个研究所呢？小姑娘，这种话可不能乱讲。这个情报是从哪里听来的？不是信息，而是情报吗？看样子是我猜对了呢。这个情报并没有人告诉我，只是我在这几个月前恰好接了一个奇怪的案子。那个案件中，有人向一个名叫象县的人寄出了一张明信片，卡片上的邮编编码写了10009M，这个编码指向就是这里吧。再加上这个遥控器突然出现，果然这间研究所和天顿有关，对吗？这样一来，副所长所撕下的那张残页上的内容也就说得通了。没准是副所长和所长其实一起为这个天顿工作，但是有可能副所长他只是为了研究，真正沟通的是所长，然后那个剑侠大哥就把所长给干了。我想想看，莫非是象县以这个研究所为中转手这个遥控器，然后以此策划天顿的下一次袭击？真是不简单啊！来，让我姐姐我念一把。能走到这一步，算我没看错你。不过你想套出更多的情报，还是省省吧。这个研究所和天顿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吗？姐姐，我可什么都没有说过。象县也好，袭击也好，都是你的想象，对吗？我明白了真的意思你不要多嘴。欢迎负80度守夜人进入直播间。欢迎负80度守夜人，晚上好，晚上好。这些都是我想象的。好了，拜拜了啊。拜拜拜拜。OK， 调查结束，该法庭了。欢迎36号慎板岩进入直播间。欢迎36号慎板岩，晚上。象县到底是谁？排除刚来不久的蓝妙师和记忆有障碍的白衣灵，王副所长、无氧剑侠和死去的朱所长或许都有嫌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被卷入了不得了的案子，我的心情反倒平静了很多。大概是因为这是我5年来
头一次如此接近天盾吧。恐怕我要揭露的不仅仅是这个案件的真相，还有隐藏在这座机械城邦背后的真正的黑暗，或者是要杀的是副所长。哎，那也不对，要杀的是副所长，结果误杀成所长。反正或者是所长和副所长都跟那个天盾有关系，然后乌鸦那个剑侠直接就随机杀一个人，因为他那个为那个白翼灵付出很多嘛，然后之前也说了嘛，就是恢复记忆之后是要复仇，可能这个剑侠就帮白翼灵复仇了吧。感觉凶手应该就是那个剑侠了，有可能。仔细想想，今天这个案子就会迎来结局了吧？不知不觉间手里已经积攒了一大堆证物，之前可从没有独自修复过这么多复杂案子，我真的可以搞定吗？啊，红叶你来了，啊，来喝茶。啊，刚才看到那个剑客先生了。呵呵，为什么他能把剑带进去，我却不能带这个真理圣枪？被封号了，开外挂给你封了。OK， 开庭。OK 啊，平江仿生机器人所长身亡一案现在继续审理。经过一天调查，你俩怎么都变得深沉了？两位准备好了吗？辩护律师准备完毕。这大哥他没说话呀。他这也能叫就位吗？检方有重大发现要报告。本来应该有沙欣姐来说，但她不在，我只好代劳了。检方已经了解到这起案件的真相以及真凶的杀人手法。凶手的作案手法非常巧妙，在昨天甚至欺骗了包括沙欣警与我在内的所有人。我们曾经以为死者是坠楼身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死者真正的死因是受到了致命撞击，俗称撞死。死者是一头撞死在了电磁实验室的墙壁上。这是因为这面墙并不是普通墙壁，而是一面电磁墙。检方现在正式提出新的主张，位于研究所3层的电磁实验室才是第一案发现场。可以认可，确实。陆所长原计划在当日下午进行生化实验室，因此穿戴了金属护具以及防辐射服。穿着金属护具的死者在案发前本想前往2楼的生化实验室，却搭乘电梯时遭遇停电，因此走错楼层，误入了3层的电磁实验室。那电磁实验室的门框虽然隐藏了金属探测器，但因为断电无法冥想。我还没说完呢，朱所长走错楼层后，操他妈抢我！走错楼层之后，被告在此时拉下了电闸，开启了电磁实验室的电源。死者被巨大的电磁力瞬间吸附到电磁墙上，受到致命撞击。虽然之前的误解让本案的审理误入歧途，但亲手终结朱平江生命的人仍然是被告无误。你他妈是不是有病？没想到死者真正死因竟然如此离奇，高科技果然是把双刃剑。到昨天庭审结束为止，检方连死者死因都没搞清，就对被告发起了逮捕。今天你仍然下达如此轻率的结论？反对。轻率与否不该由你决定。警方今天已经有充足的准备，用证据和证言粉碎辩护方的无谓争吵。准备充足与否也不该由你决定。如果你有证人，就尽管放马过来吧。够了，你们两个怎么还没过2分钟就吵起来了？看到他死鱼眼就莫名火大。他不是死鱼眼吗？还行吧，那小哥。是。检方申请让在案发当日经历了停电全过程的研究员乌雅见下出庭。
这真是一位打扮奇特的研究员呢。好家伙，诸位大人，在下有礼了。免礼平身。证人姓名和职业，在下乌雅剑侠，乃是平江超仿真机器人研究所修炼之人。修炼期间，同时兼任研究员一职。证人案发当天停电后，你是否在研究院内？陆少侠所言不差。这张序曲要做得漂亮些啊，请你就停电的经过作证。就沉浸在自己世界中来说，这两个人真是意外突击。既然双方没有异议，请证人开始作证。OK。那日午后，在下正在闭关修炼，未时6刻，在下千里传音，唤来蓝姑娘做个帮手，替我送去实验室用品。之后，在下便继续闭关，直至申时6刻停电事发。原本不以为意，但在那时，在下忽而惊获朱大人胡念传书。磨面猫说有意义 ，dog 啊，什么有意义？啥有意义？朱大人似因停电之故受困于电梯之中，在下便请他静候片刻。之后，在下便再次传信蓝姑娘，令她开启电闸恢复供电。前方正抓着蓝妙实施电闸开启者，这一点不放，想把凶手之名再次扣到他的头上。那他也是被人叫去开电闸的呀，对吧？背锅侠嘛，这不。保存一下，先保存啊。等等。死者内使用了电梯内的内线电话联络你，对吗？啊，拨打了内线电话。停电受困。所内电梯一经断电，片刻后便会启动备用电源自行修复。欢迎尾声 official 进入直播间。欢迎尾声回来。在下对朱大人甚是担忧，外出查看了一番，确信停电乃是跳闸之祸，便回到修炼室告慰朱大人无需惊慌，稍待片刻，电梯恢复运作即可。等等。所以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吃瓜，莎莎姐。啥好久不见？你不在群里吗？所以说，被告去打开电闸，纯粹是为了遵照你的吩咐嘛？想是如此。被告在这时候应该不知道，死者穿着金属护具进入电磁实验室，对吗？那停电一事想必并非莱恩姑娘所致。宋氏姑娘若要责难他，利用开启电闸之机对主任痛下杀手，在下恕难苟同。你不是？我没说呀，我是辩护律师，我是救他的。你找错人了，我操！那对面的哥们儿才要害他。对，这是检方主张，不是我的。我再确认一遍，被告所做的只是受到你的吩咐，然后去打开电闸恢复供电而已。这样没错，对吧？欢迎西汉洛，晚上。如宋氏姑娘所言，午后行动。永不磨灭猫说 ，dog。还没见过你原皮呢，还没见过原皮呢。我之前做过一期那个什么。西韩洛说：“早，你好。”你好。尾声 official 说：“吃瓜，只是想你了。”啊，我给你看一下我的原皮。吃瓜。我之前做过那个，哎，不是这，哎，搞错了，不好意思，哎，坏了，完犊子了。给你们看到生日回的模型了，我操！本来想，本来那个想当时才展示的，不好意思啊，你们今天就算提前看到了。给你们看一下原皮。尾声 official 说，哈哈哈，吃瓜，提前暴露了。哎，点错了，那名字。磨面猫说。哈哈哈哈哈哈哈！
尾声的 official 说：“我当不知道。”吃瓜。36号慎板言说：“没看到，再看一眼。”妙。那个永不磨面猫说：“挺好的。”那个是可以手补的，是可以手补的，然后东西还挺多的，就大概就长那样吧。但是具体细节到时候再给大家展示。所以闭关修炼具体是指，这下可真是难为在下了。修炼之事于各帮派之中都是不可招摇的机密，更何况我派掌握居多顶尖技术啊！知道了啊，你不能说啊，企业机密啊。等等。尾声的 official 说：“我当不知道了。”吃瓜。今天的直播事故。可以。不过今天会有录播的，我觉得大家录播应该不会看到这么长，应该不会看1个小时吧？哎，是这样吗？学识堪忧啊！地下输入设实验室用具是指电磁实验室和生化实验室的2个托盘中的东西吗？对吧？当时他说了，那个蓝姑娘说了，要往电磁实验室送生化实验室的东西。尾声对吧？说：“是呀，吃瓜，所以这直播事故我当不知道啊。”可以。对，你为什么要叫被告去送材料而没有自己去呢？安逸人士侠之大者，这什么玩意儿？不能轻易出事啊！要多加提携小辈，多加历练。等等。证人从你直播开始，直到4点半之前，莎莎姐，晚安。大家晚安。直到4点半之前都没有发生任何奇怪的事吗？晚安，快睡吧。即使再小的异常都可能成为重要线索。有些微小的异常。忽然听到所内传来惊叫之声。认识在下，本人正静心打坐，忽闻白姑娘呼救啊，便匆匆赶去。只是一只鼠辈啊，是指那个机械老鼠啊。当然有。虽然乌雅研究员证词并非蕴含更多信息，但我想已经有一点毋庸置疑啊。就是委托人是完全无罪的。我操，你怎么得出来的？审判长，刚刚检方已经确认，死者朱平江是在身着金属护具进入电磁实验室时，由于供电突然恢复，被电磁墙以极强的磁力吸附而受到了致命撞击。而死者自己弄错所在楼层的原因是一场突如其来停电。死者有没有穿戴金属护具，是否搞错了楼层，在恢复供电时又身在何处？以上几条信息对被告来说，没有一条是可以提前预知的。这倒是。虽然拉下电闸直接导致电磁墙通电的人确实是蓝妙石，但他在拉下电闸时对这一行为造成的后果根本一无所知。被告只是遵照了上级指示恢复电力，没有任何杀死死者的意愿，因此辩护方主张被告完全无罪。肃静。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多国法律中，无论是蓄意杀人还是过失致人死亡，都要求行为人可以明确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死亡的结果。是的，而拉下电闸本身并不是一个违法行为，在常识中它也不会致人死亡。我明白，这样看来，死者身亡一事虽令人遗憾，但被告确实完全无。就说了吧，说证人偷偷的把这个名牌给换了。对于辩护方关于被告完全无罪的主张，检方表示全部驳回。你说被告杀死死者是出于无意，他对拉下电闸的后果一无所知。麻烦辩护律师再仔细回顾一下刚才的询问，想清楚到底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朱所长的死其实是场意外，可笑至极。你翻来覆去的证明只不过是一些庭上众人皆知的事实。案发当时发生了停电，而在供电恢复的一瞬间，死者朱平江命丧电磁实验室。死者在停电时给谁打了电话？电话里说了什么？被告打开电闸之前受到谁的嘱托？这些全部无关紧要。
检方认唯一重要的是，亲手打开这个电闸的人仍然是被告。朱平江是研究所所长，蓝妙是负责杂物的实习生，他对所长的实验安排绝对不可能一无所知，更何况日常安排就堂而皇之的摆在办公室。被告只要跟随死者，就可以轻易得知他在停电期间误入了电磁实验室。朱平江临死前的讯息证实被告是明确接触死者的最后一人，难道他会指认一个不在身边的被告？不是强词夺理，你心里比我更清楚。检方早在昨天就已证明被告对于死者怀有杀意，杀人动机方面已经不容争辩。如果你主张所长意外生命，我倒要问问你，为何他在身受重伤之后，能精准地跑到一辆手推车上被被告推走？这辆手推车是非金属材质，既然能通过金属探测器，其大小又足以承载所长的尸体。他近期只能提取到被告的指纹，连运送尸体的手段都准备得如此周全。辩护律师间吵嚷着是意外身亡，这宛如一场雄浑的交响曲混入了尖叫级，只会徒增聒噪。从动机到有意毁坏现场加上死者死亡信息，现有证据无一例外的全部指向被告。检方的证据链已经十分完整，倒是辩护方执意要在此纠缠。你们口口声声说被告在打开电闸时对后果一无所知，敢问这等信口雌黄的妄言可有任何证据支撑？我去！辩方，你可以拿出证据证明被告在打开电闸时对死者情况不知情吗？不知情吗？我想想啊，应该是没有证据，试一下，应该是没有证据。可恶啊！是否知情这种事根本没办法拿出证据来证明。本因为生财在握，又被陆检强词夺理钻了个空子。实际上，在昨天搜查中，我们一个人在房间中搜出了许多重要证物，试着向审判提出询问那个人的请求吧。果然。询问的证人是黄副所长。我方现在无法证明被告在拉下电闸那一瞬间是否知道所长的状态，但另一方面，检方的证据链也不足以将谋杀的罪名扣在我的委托人头上。这位黄副所长所在研究所的地位仅次于死者，理应对研究所最了解透彻的人。有些事情问问他，比我们在这里争执不下要更有效率。从昨天到今天，研究所的负责人都没有出面，本庭确实有义务参考这位副所长的意见。哎，这位检察官哥又睡着了吗？不予置评。LPL 继续加油，进入直播间。欢迎 LPL 继续加油，晚上。既然录检没有意义，那就请证人黄世臣出庭。了解，天理昭昭啊，在下告退啊，拜拜。本方本就有意请他出庭，香港手续早已办好，你上来吧。诸位上午好。任姓名职业，本人黄世臣啊，研究所的副所长。黄副所长，案发当天您一直待在研究所内，没有离开半步，对吗？请定义一下没有离开半步，就是您的身体一直停留在研究所内的建筑。茶歇时间，本人曾将身子探出窗外，呼吸新鲜空气。除此之外，本人的身体确实一直停留在研究所内。真是个格外严谨的证人呢。那个黄副所长，您一定经历了研究所内发生的全部事件吧？具体的说，除去凶杀过程之外的全部事件。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先搞清楚黄副所长在案发当天的行动，以确定他对案情的了解多少。OK。欢迎 LPL 继续加油，进入直播间。欢迎 LPL 继续加油回来。那天上午，本人为了开放日的筹备，去和所长进行一番讨论。吃过午饭之后，本人遇到了刚被所长训斥的小兰，便安慰几句。下午的时间，我就一直待在办公室里办公。4点半的时候，所里似乎停电了，没有在意。约6分钟之后，供电恢复，我想应该是小兰去拉开了电闸。我继续在办公室里工作，警察到来之后才知道所长出事了。对于所长失手，当然也十分慌乱，真太遗憾了。
如果您是在质疑本人的敬业精神，我不得不说这有些苛责了。本人在上班时间极少出入，工作又太过专注，才错过了这一件事。很遗憾，本人在这个案件中并不能为助人提供更多的帮助。哦，那这么说，牌子是黄副所长干的，也有可能，有可能黄副所长不想为天盾办事儿呢。等等6分钟，您为什么能把时间记得如此精确？电脑屏幕改变亮度的2个时刻，我刚好看到了时间系统。如果没有记错，变暗和变亮的时间分别是永不磨灭猫说 dog 16:28和16:34。永不磨灭猫说，可能吗？不知道，因为之前说过，副所长和所长有过争执，在天盾问题上面，这个而且从他的这个副所长这个办公室里搜到了跟天盾相关的东西，所以他俩肯定是了解天盾的。而这个乌雅剑侠，他的动机是在于他对小白特别关注，而小白他的记忆受损和父母离世都跟天盾有关系，然后他特别关注，也有可能会为了小白复仇。就他俩其实在动机上其实都有点。如果说的更严谨一点，停电大约是5分01秒到6分59秒之间。好，您刚刚说的认为是被告打开了电闸，这是凭空猜测还是有据可依？原来如此，我当时只是凭空猜测，不过根据之前剑侠的证词，这个猜测应当属实。等等，恢复供电之后，您什么都没有察觉到吗？没有，断电对于本所而言本来就不算异状，但是唯一的一点在于怎么让所长原本是去2层的生化实验室，让他跑到3层的电磁实验室。唯一就是怎么让他做这个操作，把这个电梯给他升上去。本人在办公期间不喜欢中断思路，因此没有在意。听到警笛鸣响之前，本人的身体没有离开过办公室，也没有自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办公室。你能确定这一点吗？没错，我确定。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证词。至始至终，我一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警方的调查。这个新加的肯定等等，肯定有点东西啊。所长是机器人领域百年难遇的奇才，我对他只有敬重，没有别的想法。你俩不是之前吵架来着吗？等等，对，之前不是说吵架吗？对吧？上午副所长和剑客，不对，是副所长和剑客吵架来着，那就说明副所长和剑客其实都知道天盾这件事儿，就是他俩可能他俩都知道所长跟天盾有关系，但是副所长可能为了保护研究所，所以说不能说出去，会给研究所带来灾难。那就是剑客了，有可能剑客想把所长给干了。是的，一位头发绚丽的女警同志要求原地待命。说这样是本人十分不安，问话一结束立刻回家了。我在想，有些事他不离开办公室就做不了。我知道了，撕这张纸，因为去他的日记必须要到那个白艺玲的那个屋子里。等等，所以的开放日是指这个吗 ？OK 啊，应该是撕纸这项动作，这纸就不用看了。死者没有提到值得注意的话。所长的性情也一如既往，这样的发言我是没有想过没有。等等，3楼电梯口，当时我看他眼眶发红，有泪痕，就猜到多半是被所长训斥了。
以他的行事方式，无论因为什么事被训斥都不奇怪。虽然做事粗心大意，但他有很大潜力尚未发挥。在那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等等，办公室以外的事，如果你再问我有没有在工作中偷懒，那我不得不称赞你的办事严谨，本人连茶歇的习惯都调查得一清二楚。每天下午2点半，证人有茶歇的习惯，检方已经事先确认过了。等等，本人的电脑一旦断开外界电源，就会自动切到内置备电，以免数据丢失。在这个过程中，屏幕的亮度会减少少许。正是如此，因为电脑屏幕亮度变暗，我才注意到苏里肯停电了。但是8年来，这样的停电已经见怪不怪。既然电脑仍能继续使用，我何必在意？所以，为什么国家级研究所电力设备这么脆弱？没有，维护研究所的供电并不在本人的职责范围内。应该是这个，应该是他去撕纸了吧？是不是他去撕这个纸了？看看啊，我觉得是撕纸。欢迎引荐陈世忠进入直播间。欢迎引荐陈世忠回来，终于露出马脚了，黄副所长啊，还是真是这个。如果你想说本人是匹马，那不得不说物种搞错了。无关的玩笑到此为止吧。黄副所长，我最后确认一遍，你主张自己始终待在办公室里，没错吧？是这样。那你倒是说说看，这个政务是怎么跑到你办公室去了？这怎么会？在座各位应该还记得，昨天庭审中，我们发现白依玲小姐的日记本上有一道撕痕。这张残页是在黄副所长办公室里发现的，纸上的撕痕与那本日记本上的撕痕完全吻合，字迹与白小姐极为相似。这件事为什么会在你那里？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问吧。这纸上的内容描述了警察到来之后的情景，明显是在案发后才写下的。可副所长你却声称自己在案发后至始至终待在办公室里，就直接回家了。莫非是这张残页自己长了腿跑到你的房间里吗？被你发现了。怎么会这样？被发现了，天遁。欢迎孟星河进入直播间。欢迎孟星河，晚上好，晚上。可能这个路检也跟天遁有关系啊。没错，这个发生在基所研究所的命案怎么会和天遁扯上关系？你打算怎么解释日记上的内容？你又为什么要把它撕掉藏匿起来？本人认为小白的日记对我和剑侠的谈话有所误解，那你就再做证言吧。案发当天，《世界时报》刚好报道了有关天遁和定时炸弹的消息，本人和剑侠只是讨论这则新闻而已。如果小白大概是误会了什么，所以才记下了这样的内容。本人在案发之后慌了神，刚好看到小白日记上有上述内容，为避免研究所的人被人指摘，才将他私取藏匿，只是情急之下无奈之举。审判长、副所长藏匿的重要证恐怕不止这一件。哎呦呵，什么还有？是的，而且这件东西恐怕会进一步证明这研究所与天遁的联系。我去，这就直接开大了。就是他。这什么胸针吗？这个徽章被黄副所长藏在了一个相当隐秘的储物柜里，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它，而它的含义。反对。这应该不算证据吧？这个东西你从哪弄到的？哎，我刚刚说了呀，是副所长储物柜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你知道这个徽章的含义吗？里面有个天字的花纹，外面是盾牌的形状，大概是天遁组织的某种信物。审判长，检方申请法庭立刻增派人手，堵住法院的所有出入口。这枚徽章不是普通天遁成员所能持有的东西，它是只有7名最高干部才能拥有的权力的象征。看来这陆检对天遁很有了解。
法庭，本庭中可能混入了极其危险的人物，请马上按照陆检的说的去做。陆检，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个情报？听沙县警说，这个徽章不只是最高干部的信物，还是他们之间高度加密的通讯器。警方虽掌握2枚死去天盾干部的徽章，但仍然无法截获徽章之间的通信。永不磨面猫说：“怎么科幻起来了？”哎，就随便写写嘛，那不写这个故事咋编呀？黄副所长，即使事态到了这种地步，你仍然打算推脱到底吗？回答我，你就是天盾的第4席干部，技术支持者象限吗？这不可能，我们是最顶尖的科研人才，你们为什么凭什么要介入这一切？为什么？从哪个角度施压呢？保存。到底扮演的怎样的角色？我觉得天盾组织干部应该不是他，他应该就是个干活的，他是就是那种科技大脑，你知道吗？就是觉得所长能力很强，关于 DMDSQ 然后晚上，所以才想在他手底下干。如果暴露了所长是天盾干部这件事儿，他的这个他不说了吗？他还想干8年，再干8年，他其实想接着干活，他可能就是个干活的。你看，一人以上都不是。黄副所长，您在案发时的一系列举动实在令我难以理解。按照您自己所说，你既没有动手杀人，又不是犯罪组织成员。可即便如此，您却依然要破坏线索，掩盖真相。您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做到如此地步呢？本人，难道您做这些事情依然是履行副所长原本的职责吗？研究所是本人最安静、最祥和的王国，怎么能被区区这样一个案件破坏殆尽？每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难道做错了什么吗？打工人的愤怒啊！工作没了，我操！也许自从所长说的是这一切，早就无法挽回了吧。渴望维持以前的日子，可悲又渺小的我还在挣扎什么呢？我不是。欢迎我为成哥上 B 站进入直播间。欢迎我为成哥上 B 站，晚上好，晚上好。他肯定不是啊，事到如今再隐瞒也没有用。这枚徽章是本人在案发后从朱所长的房间里偷拿过来的。实际上，早在案发的前一日，剑侠就发现了所长的可疑之处。我不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但执意请求我调查所长的底细。本人从未怀疑过所长的人品，与他共事多年，也并未留意他的反常行为。那天，我按照所内信息查询了朱所长个人账户，发现在其交易记录里经常出现来自海外的账户巨款。本人一直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算他和犯罪组织有所勾结，只要别在研究所内谋财害命，兢兢业业地搞他的研究，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愚蠢至极。你说这些都发生在案件的前一日。是的，本人一开始只想对这些事充耳不闻，并告诫剑侠稍安勿躁。谁知世事无常，所长第2天就送掉了性命。我担心所长与那组织勾连会给研究所带来更大灾难，并在案发后趁警方还未到，清除了一切与此事相关的痕迹。是的，我将所长的房间彻底检查了个遍，并在他办公桌抽屉夹层找到了他。本人直到刚才都还不知道这枚徽章的真正含义，只觉得看起来可疑，就一并收走。没想到案子风声过去，再让他找个地方彻底销毁，谁知道却被你们找到了。永不磨面猫说：“原来是这样 ，dog。”应该是所长就是那个组织成员。是的，那又如何？既然它不是纯粹的装饰，而是会被使用的装置，也一定会留下日积月累的使用痕迹。本人才当他2天，一直小心翼翼地将它静置在储物柜内，从未触碰。让警方上架鉴定这枚警章的归属，自然会见分晓。虽然天盾干部生完不算坏事，但我追查769事件线索岂不又要断了？那就是剑侠杀的了，没别人了。在这枚徽章上检查出了黄世仁与朱平江2人指纹，其中朱平江指纹占多数，并且都是在48小时或更久之前留下。
辛苦了。这么说来，这枚徽章持有者确实是死去的朱平江。发现刚才的警报可以解除了。除了藏匿证物，还做过什么？本人在当日所内行动，也有多名证人与多件证物可以证明。怎么了？你有话说？我的话还没说完，你想说什么？在其位谋其政，本身为副所长，为所长患难之际，理应为研究所负起责任，因此本人想对这个案子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反对。什么玩意儿？您法官席在这把椅子坐的可还舒适？正如您所言，由于您常年在法官席工作，才能对法官席的事了如指掌。黄副所长虽然并非专业调查人士，但他在研究所工作了8年之久，他对研究所内发生的事情的见解，难道不比我们这些外人更为深入、更全面吗？指桑骂槐确实有几分道理。而且看样子，这样的心情也平复下来。证人，如果你有话说，请放在证词里吧，本庭会酌情参考。哎，又来了啊！唯一突破口了，你大哥再不说话，咱都推进不下去了。我认为那天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场不幸的意外。当天下午，所里发生了电路短路，以致停电，而那时所长被困在电梯内。由于电梯构造特殊，断电时会让电梯内部的人难以判断自己身在几楼。所长一律误以为电梯停在了2楼，所以才会穿着金属护具进入电磁实验室。小兰则是像往常一样跳闸之后供电恢复。可能他们都知道谁是凶手，所以就一直说是意外了嘛。他却不知道这一行为导致了所长被电磁枪吸附并遭受到重创。感谢永木，我们要赠送的一个粉丝团灯牌。来自永木国面猫的一个粉丝团。发现这一意外的小兰就去关掉电磁枪，想救下所长。他将重伤的所长放在推车，悄悄地退出电磁实验室，并行至生化实验，并行禁止生化实验室。感谢有公文猫的11个、19个、11个，这个好哎。不料所长此时突然醒来，误以为小兰是故意杀害他的凶手，才留下了血渍。副市长还说出了一些令我非常在意的内容。什么在意的内容？这个奇怪的矛盾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所长干坏事儿，但是就为了自己前途不敢说，对吧？就是一旦说所长跟犯罪组织勾结，自己工作也不保，所以没办法，有可能就直接给他干了。啊，那意思就是让大家别查了，都是误会，别查这事儿了，我还要工作，打工人不易，就是打工人们保住自己的工作。我操，就这么多！等等，说被告的无意之举导致了所长之死。是的，这种无心之过却被加强了无端罪名，本人实在看不下去。反对。比光喊反对不说话呀，无聊的主观臆断根本无需反驳啊！我就想丢几件证物过去打他，真是令人火大。等等，电磁实验室和中央控制室之间有着相当的距离。被告打开电闸之后，真的能发现电磁实验室中惨遭不测的死者吗？这一点还请看这张平面图。如图所示，小兰前往中央控制室之后，打开电闸，理应返回自己所在的后勤仓库。后勤仓库与电磁实验室的门，2个房间门刚好相对的。诚然，
除此之外，头上所戴金属头盔与坚硬的电磁墙发生了直接碰撞。本人虽未亲身体验，想必这一个撞击应该发出一些噪音。我明白了，看来蓝庙市的电池室发现的死者的确有可能。显然，深陷群两看到受伤的所长，自然会出手救治。等等，这个推车指的是，是那部正好放置于电磁实验室中的平板手推车。所长死在那里，就恰好出现了一辆能来运尸体的手推车，这未免太正好。这手推车的用途是运送各种实验器材，在所内任意角落看到它都不足为奇。为了避免发生危险和引起仪器失准，研究所的手推车均是非金属、非导电材质。除非有什么理由让他无法把所长放在手推车悄悄运出去。啥意思？等等，难道你也认为所长留下血渍是因为那个什么印随行为吗？所长又不是鸭子，怎么会有印随行为？这可不是一位老成科学家应该说出的话。这只是最符合常理的判断。所长在众生昏迷之时，无法得知是小兰将自己救下，他反而以为小兰是来确认自己死活，并用自己的血写下了他的名字。要是我身边有个能召唤死者灵魂的助手就好了，这不是 Q 逆转裁判的真香吗？我去！总之，所长为了留下血渍，耗尽了自己最后一份力气。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含着对无辜者的恨意离去，实在令人难过。等等，欢迎木青一进入直播间。欢迎木青一，晚上好，晚上好。不是意外有什么依据吗？准确的说，不是依据，而是直觉。我不认为所内会有人采取如此冷血的手段杀害所长。直觉不可能成为判断依据，何况有人利用电磁枪杀人的可能性也无法推翻。如果你想说真相有多种可能，那我不得不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判断。当然来说，意外也是一种可能，不应简单排除。肯定不是意外，因为这个嘛，电磁实验室发现了一名月光金字塔的扫除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能过那个闸门，并且能进来，就说明应该是被调换了。对吧？门牌上还有轻易提供机器识别的2维码，肯定是有人故意换了这2个牌子的名字。死者被困在电梯室内这件事当时知道吗？并不知道。虽然事先看过所长的日常表，知道那天下午4点半所长会去做电脑实验，但我在停电时并没有算出他会刚好被困在电梯里，实在失职。所以当时什么都没做。困在电梯里的死者在备用电源启动之前有没有自行离开电梯的可能？也就是说，备用电源启动前，所长只能在电梯里待着，并且对外界的事一无所知。你就趁着这段时间换了一下。等等，大家看一下这张研究所的楼层平面图。研究所的电梯是前后都有门，可供双向打开构造。想去生化实验室，只需要靠近所长办公室的那一侧门进入。到达2楼之后，从另一端的门走出即可。每次看到这个电梯，红卫都觉得很有趣，并没有这种双向开门的设计是为了方便运输大型器械。这部电梯还有一个奇怪的特征，是以前停电时困在电梯里人发现的。在停电的一瞬间，电梯会发生剧烈震动，就像地震一样。由于这个震动，电梯里的人在断电之后很难判断自己到底身处几楼。除此之外，无论电梯停在几楼，显示屏也会默认显示为1楼啊，怪不得。等等，就算他搞错了楼层，也没有理由搞不清楚自己进了哪间实验室吧？这很难说。电磁实验室与生化实验室除了核心设备外，布局几乎一样。如果用布帘将右侧的设施遮挡住，2个实验室看起来确实相似。你是指金属探测器吧？承认携带金属物品本来就会触发警报，但金属探测器本身需要电力来维持，当时所内恰逢停电。等等，这跟咱推论的是一样的，像往常一样，被告不是才到研究所1个月吗？你们究竟停了几次电？如果你质疑我所配电设备，我不得不说得好，说得好。所长最近大型实验愈发频繁，全所断电的事故也是接连不断。
光是这1个月，研究所就遇到了3次停电，好吗？作为科研机构，这样的依赖电设施真是令人担忧。显然平时在仓库办公，距离中央控制室比较近，喊他去开展也是情理之中。那时候显然当然不会这样，所长已经穿着金属护具误入了电磁实验室。思考一下。应该是推走所长吧？是这段吧？当时说有提示。就这一句话，除非有什么理由让他无法把所长放到手推车上悄悄运出去。我没太理解这句话，除非有什么理由让他无法把所长放到手推车悄悄运出去，不会吸住了吧？保存一下。他将重伤所长放到推车上，悄悄推出实验室，并行进至生化实验室。电磁门，因为过了之后会有警报声。对，应该是有警报声。那个人的，看啊，先刚才说他的头部有些许金属碎屑呢。这是哪个来着？找不到了，应该是这个吧？反对。对。黄副所长，你认为被告将重伤的所长放在手推车上，悄悄地推出了电磁实验室，对吗？就是这样。可就奇怪了，案发时所长身上还穿着金属护具，你要问他怎么才能悄悄通过那个已经被接通电源的金属探测器。说不定所长被运出实验室，金属护具没有被带出来。不，虽然他的金属头盔留在了实验室，但那件金属马甲可是被运到了外面。这个，如所长尸体真的是按照你所说的方式被被告运送出去的，那件金属马甲是他运出去的，下身搭载了非金属材质的履带，腹部有个闲置的小仓，全身皮肤有屏蔽涂层，没有被任何手段探测，是他运出去的。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所长的死本来就蹊跷，凶手甚至准备了毁灭证据、运送背心的手段，种种迹象都表明这绝对是场有预谋的谋杀行为，并不是什么意外。虽然凶手是谁，他为何要杀死所长，以及尸体为何跑到仓库门口，这些重要谜团尚未揭晓，但是我方认为所长的死绝对不能用一场简单意外搪塞过去。所以证人，你的推理我实在不能沟通。我刚开始以为他的肚里塞的炸弹，现在看来肚里应该是揣的金属背心儿。就算如你所言，所长是被人谋杀的，他的金属马甲也不可能毫无动静的通过金属探测器。你用来反驳我的逻辑，本身也站不住脚。你倒说说看，这金属马甲是到底如何被运送出去？提示了啊。难道说？虽然答案有点荒唐，但确实有一种可能。完了，要拉机器人上证言台了。就是他。本身是金属所致，却能够躲过金属探测器的扫描。这研究所里还真有这么个东西，准确的说是个人物，是青鹰。审判长，这张照片里的人名叫青鹰，他是研究所的作品。简单来说，他是一部超仿真机器人。先不管这个，据我所知，青鹰小姐的身体装有屏蔽性皮肤涂层，这个功能可以让她凭借一切外界检查手段，而她的腹部有一个闲置的小仓，刚好可以用来运送物品。下划线2557932988。欢迎比利，晚上好，晚上好。原来如此，确实，如果是青鹰，她在电视室内出入，并不会引发警报。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的事情很简单，
凶手待所长遇害后，就将金属马甲塞进青衣小姐腹部的小舱内，运出了电磁实验室。没想到这样利用青音的，必定是那名研究所里熟知她身体结构的人。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件事情充满了太多人为的痕迹。副所长，我知道你维护研究所心切，可事到如今，你还要咬定这场意外吗？你说的有道理。所长的死已经为研究所带来巨大的悲痛，你又间接证明了他是国际犯罪组织，而且你还要硬找出一个凶手来增添这份痛苦。为什么吕小姐？到底为什么？你究竟要将这座研究所破坏到什么程度才肯罢休？审判长，用来运送金属马甲的青衣小姐一定知道些什么。辩护方在此，请青衣小姐出庭作证。反对。询问一个机器人，那咋了？一软裁判还询问鹦鹉呢，还询问那个对讲机呢，怕啥？你的前辈这活都干过。反对。反对。我操！从研究所坐出租车过来可能需要45分钟，他那个履带竟有汽车3倍速度。我明白了，烦请黄副所长立即通知这位机器小姐出庭。休庭20分钟啊！关于青衣，我还想问你，他会听从研究室里所有人的任何指令吗？并不会。但其实还有个附加条件，就是对他下定指令的人必须具备他的管理资格。简而言之，像我这种才来1个月的人，肯定是不能命令他的了。有管理资格人大多是研究所那些老油条了。青衣应该是不能对陷入危险的人袖手旁观。哦，想让青衣来帮忙处理现场，就绝对不能让他看到所长的尸体。那就是先把所长尸体抬出来，然后让他抬走，抬到生化实验室，再把青衣叫过来。今天应该就能把这个案子完结了。欢迎天都道合进入直播间。欢迎天都道合，晚上好。来啦，中午好。我叫青衣的职业嘛，算是机器人。有问题吗？青衣只是代称，全称是什么003。是想请你作证。那天确实发生了不少事，但是很抱歉，多数不能告诉你们的。不过咱可以说说咱自己，咱一直在看电视剧，看思考人生，想知道更多事情，还去寻找别人吧。干什么啊？永不磨灭
夜猫说：“啊这。”看看咋说啊？肯定是有矛盾或者什么，让他说。想想。哇，女生，你能否告诉我要怎么样符合标准才算智慧生命？男生有智能，有自我意识，有知觉。女生，让我们从第一条开始吧。数据中效具有智能吗？有，它能学习，能理解，能针对新的情况做出调整。那自我意识呢？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会认为我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类？那是因为你知道你存在啊，什么什么，你明白何为自身和尊严。我操，后面就没有什么有趣的内容了。看过啊，在美国算是民尽皆知的科幻情景剧吧。这什么啊？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样的美剧？等等，你这不会瞎编的吧？你说的别人是指当然是不需要遵守三定律也能自由说话的人呢？等等，要遵守三定律机器人。请看这个，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肯定是说了就会伤害别人呗。啊，研究所也发现了什么事都是国家机密的一部分，所以很抱歉啊，咱的事都不能讲。我靠，这怎么这？能让具有开口的人士，那不就是你吗？但是大哥未必乐意吧？啊，下达命令了。激活状态未激活确认。好了，这下咱就可以把当天的事情原本本本说出来了。啊，重新开口。这段的意义是什么呢？游戏加这段的意义是什么？那天上午咱接到了所长的任务，就是把那个给那个老头子送茶去了。那时候咱碰到了副所长，欢迎 Reggie， 晚上好。副所长亲切的和咱打了个招呼啊，中午吃过午饭，你还能吃饭呢？咱因为没什么事儿好做，就去一楼待着了。一整个下午，咱就一直在一楼看电视剧。之后所里突然来了一群警察，咱才知道所里出事儿了。活到现在真是太感动了。等等，不是电视，不是用电视看的，只要手指插进电路接口，互联网上所有的资料都能一览无余。电视剧虽然没有营养，但还挺好看的，咱一刻也没有中断过。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等等，鬼畜视频，怎么了？你怎么了？什么鬼畜视频啊？才没有呢！啊，一整个下午都在看电视剧。啊，一整个下午都在看电视剧。
等等，还能有啥？咱在研究所除了接受修理和升级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好事情可以做啊！啊，所长就把一些打扫、清洁、端茶送水物尽其用。知青那个混蛋都教了红叶些什么鬼东西？等等，你是在去送茶时中到了黄副所长吗？是的，离开所长办公室碰到他。所长最近全力修复的下肢啊。等等，有问题吗？没见过能吃饭的机器人吗？开发了像人类一样吃饭睡觉的功能，不过都是摆设了，咱并不需要睡觉，也尝不出饭菜的味道，只是做做样子。吃过的东西也不会被消化，会被压缩成方块排出去。没中断过。哦，对，停电嘛，停电，我看看啊，停电。停电是哪个告警？是的，不是，是哪个政务来着？在这儿。反对。这人，虽然我觉得你不应该撒谎，但你的证言实在站不住脚。为什么这么说？你说案发当天下午你一直在看电视剧，从未中断，但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请看这份研究所当天的电力监测记录。当天下午，16点28到10点34出现了范围涵盖全所的短暂停电，除了个别设备的电源还在运作，其他部分均处于断电状态。在研究所相遇时，你清楚地告诉我，断电是无法连上网络看剧的。那么，请问断电的这几分钟你在干什么？不知道是记忆清除了吗？可是咱真的对这停电毫无印象啊！当然不能，咱经历的所有事都会以图像和数据的形式存储在中央系统里。就算控制咱的人格和性情的内核会忘，但咱遍布全身的芯片也不可能忘记无记录。被人篡改或者删除，可以是可以，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刚刚排查了一遍案发当天的全部记录，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案发那天下午，16点到10点48，咱在记忆库中没有任何记录。那天16点48的时候，咱的系统突然被重启了，整整48分钟的时间，咱就好像断片了一样，期间的记忆全部被删掉了。咱只记得16点之前，咱还在车间里看电视剧，但是在16点18的时候，咱却站在研究所1楼的大厅门口，正对着门外看暴雨呢。什么如此异常情况，你当时都没有觉得不对劲吗？毕竟咱参与所里的各种改装实验，记忆偶尔发生混乱也很正常。咱在重启之后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体，没有发现什么大的故障，就没有在意了。欢迎这哪有名字进入直播间。欢迎这哪有名字晚上了？大的故障，莫非你发现了什么小的故障？也说不上是故障了，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小的问题嘛，就是这里。哦。欢迎哥布林酋长一进入直播间。欢迎哥布林酋长一，晚上好。咱们在被重启之后，发现了这个小舱的舱门有些松动的迹象，不过舱里面依旧什么东西都没有，咱就没有在意了。洗过澡吗？怎么可能洗过？我说，如果你的身体没有被清理过，或许还留有着某种痕迹。审判长，病方申请当庭对青英做一项检查，检查指纹吗？青英身上的指纹，对吧？指纹。反对。不是指纹吗？血迹。哦，对，血迹。这人体内确实出现了卢米诺反应，
看样子检查结果已经验证了我方刚刚的推断，青鹰腹中的血迹应该是被那件沾满所长血液的金属马甲留下的。啥？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咱违反了3定律，玉冰会被拆掉的。青鹰小姐，你不必惊慌，你的清白就由我来证明吧。果然，这个错综复杂案件的真相所缺少的最后一块拼图，此时此刻就在这个青鹰身上。审判长，青鹰记里所缺失的48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已经心里有数了。首先，凶手利用电磁枪杀害了穿戴金属护具的所长。此人为了处理现场，便将金属马甲装进了青鹰小姐的体内，然后避过金属探测器，运出了电磁实验室。然后，青鹰小姐参与的运输恐怕不只是金属马甲这么简单。这个东西体积巨大，你的肚子可能装不下。准确的说，参与运输的另一件物品是，不会是他的尸体吧？就是他。不对。想想啊，那不是尸体。想想啊，不是尸体。这个就是他啊，得选手推车，就是运载死者尸体的手推车。是的，这辆手推车的一端连接着一段绳子和一个挂钩。如果是由人类的手将这个推车推出去，这些装置并没有存在的必要。我想在案发之后，这辆手推车应该被挂在了青衣小姐的身后。也就是说，青衣姐姐像是一辆牛拉车一样将所长爷爷拉出来的。这比喻虽然怪了点，但大概意思没错。凶手本意应该是让青鹰将所长的尸体和金属马甲一同运送到研究所大门。在这之后，这个挂钩意外断裂，才导致推车被遗落在仓库门口。虽然记忆被删除了，但托运尸体这事咱是绝对不会做的。由于3定律的制约，只要你看到重伤垂死的所长，必须上去救治。然而你如果在托运推车时看不到所长，又会如何呢？青小姐和人类不同，能够做到对指令绝对服从的机器人。只要巧妙下达某个指令，就可以让他在不知情况下协助脱离现场。只需要让他自毁双目。不是啊，那就是不要回头。想让他一直往前走，一刻也不要回头。只要看不到自己身后重伤的所长，青衣小姐就可以继续执行转移尸体的指令。反对！这人可不是一般人，我们用常识理解一个机器人的感受本来就毫无意义。反对！如果寻常建筑里确实很难做，但这座构造特殊的研究所内却可以实现。可以的，审判长，你看一下这张平面图。直接可以运出去啊。青衣拖着载有所长的手推车，先从电磁实验室出发。倘若那挂钩没有断裂，那么青衣就会通过楼道进入电梯。最关键的环节就在这里，为了方便大型设备的运输，这个电梯是双开门的。青衣拖着推车进入电梯，达到1层之后，无需拐弯或回头，就可以直达门口。这样一来，凶手利用青衣处理现场的推论就说了出来。确实完全没有必要处理凶杀现场，尤其是运输尸体这么重大的事儿，犯人大可亲自执行，交给机器人不但费力，还会增加种种不确定因素。这个所谓的犯人为什么要做这种既费力不讨好的事？因为他还有事儿要做。会不会临时遇到什么事被叫走了呢？比如他的电话响，必须去接电话之类的。还发生过什么突发事件吗？这个吗？其实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辩方自然有自己的推测。
指控杀人嫌犯并非同小可，你在说出结论之前有接受惩罚的觉悟吗？好嘛，4个点。欢迎永不磨灭猫进入直播间。欢迎永不磨灭猫回来，正好赶上了啊！来指认凶手，我觉得就是你，就是他。这人是刚才那个，哎，是剑侠小哥吗？辩护方这种空口无凭的指责没有任何采信价值。听我说完啊，这个案件设计的极为巧妙，让所长身穿金属护具死在电池室内。我开声了吧 ？OK， 这种陷阱杀人的手法必须由熟悉研究所构的人来完成。其次，为了轻易参与处理，还要及时删除他的相关记忆，这个人还要拥有机器人的管理权。光这一点就可以将身为实习生的被告排除在外。没错，但陆检刚才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不能亲自处理现场？如此缜密的布局，却在最后环节发生了这样大的漏洞。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凶手在处理现场时遇到了某个意外，让他不得不迅速放下正在做的事。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意外刚好被一件证物记录下来，我怎么不知道？啊，没错，凶手因为白艺玲突发的惊叫声，不得不前往他的房间一探究竟。而这个人在开庭时给出的证词也印证了这一点。会将白艺玲的安危看得如此重要的人，恐怕只有那位数年来都陪伴在他身边的研究员乌雅剑侠。我方已经掌握了更多证据，只是有些细节需要他当堂对质才能问清楚。你已将指控说出口，就没有收回的余地。好了，乌雅剑侠最终被证实并非凶手，检方只能要求本庭立刻宣判。审判长，我可以传唤证人了吗？再传唤啊！证人，刚才的审理都听清楚了吗？那是自然啊。当然与你无冤无仇，但已发生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目前种种证据都指向你一人，你还是大胆反方承认比较好。此事断不可能啊！如黄大人所言，这只不过是一场令人痛心的意外。卢大人脾性古怪，行事不拘小节，有些健忘，故而他不经意间记错了应去之处，酿成祸事。不要莫要以此意外诬陷所里任何一个人。OK， 询问，尽快吧。等等，还是误入，说自己是忘了误入电磁室。有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很在意这件事儿？等等，笔记本呗。啊，
等等，让人不知其非彼莫为，你怎么说话也这样了？等等，这还在说是巧合啊！等等， OK， 说什么了？苦于研究所时常断电，且吩咐在下购置电工部件以备不时之需。购得零件，主然总是随手装入机器人体内，而忘记它们真正的用途。再世是乃天纵奇才，好吗？是他不经意间忘记了自己应去之处，酿成祸气，肯定是这句话。不是那个，应该是这个。反对，记上笔记本了。这个笔记本你认得吗？这是朱平江的遗物。没错，死者生前曾用它记录自己的日程，算是备忘录一样的东西。这一页刚好写下了所长案发当天的安排。啊，没错，笔记本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16点半，生化实验室电脑实验，记得穿金属背心和头盔。死者在备忘录上如此详细地写下了当日的计划。欢迎欧又会欢迎世文，晚上。上好，晚上又怎么会随随便便的像证人所言一般，不经意间记错了应去之处？他有没有看笔记我不知道，但朱所长走错实验室并非简单的侮辱。可以，有证据，死者走错实验室本来就是凶手精心策划的结果。我手上有2件物证可以证明，死者被误导进入了错误的实验室，并浑然不觉继续工作，直到遇害保存。既然有2件，快提交上来。1件证物是这个吧，还有这个，就是他。这2件证物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不对吗？不是这2个吗？不是这2个吗？想想啊，我靠，2件啊，2件连着提。想想啊。这个，我觉得肯定是这个。这个就是他。不对啊。那个线是一个，那可能不是那个机器人还没到。那个线是一个，然后，就是他。这个吗？对了，这是。审判长还有诸位，请大家仔细观察一下2间实验室的告示门牌。他们在不太醒目的角落里印有一个2维码。众所周知，人的肉眼是不需要也无法读取2维码的。这个2维码是供所内清扫机器人辨别位置使用的。请看最后在电磁实验室发现的扫除机器人月光金字塔记忆中最后一块工作日志。那我选这个机器人有什么问题吗？你真的是！16点半进入生化实验室扫除开始。没错，电力恢复的一瞬，月光金字塔正在电磁实验室内进行扫除。其制造的材料多为金属，因此
在电磁墙通电的恢复的一瞬间，他和死者一同被吸附到电磁墙上，以致损毁。换句话说，月光金字塔是本案的第二个受害者。第二个，奇怪的是，这个机器人的工作日志里却显示他当时进入了生化实验室。因为扫除机器人辨别自身场所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读取门牌告示上的二维码。这些事情一一联系起来，唯一的可能是当天6点半，有人将这个门牌告示调换。乌鸦剑下如此证据确凿，你却仍然要主张这是意外事故吗？这个证据的确足以证明实验室的门牌曾被人遭人调换。如此一来，本庭不得不接受这是一场人为造成的谋杀案的事实。这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天下武功最高境界乃是无招胜有招，既然你非要逼我至此，自然也要拿出真本事来。哇，这老哥挺帅呀！又睁眼了。欢迎上官小呆呆进入直播间。欢迎小呆呆，晚上好。调换了，但主宰人会走错实验室的根本原因却与门牌毫无关系。两间实验室的位置虽然相似，但一者在2楼，一者在3楼。凶手若非神机妙算的神仙，岂能连断点时间都掐得分毫不差？那这倒是。断电的时机。啊，最后都整死了，赶紧吧。下播了，明天要睡觉了。永不磨灭猫说还没结案。是还没结案，还没结案，我这等等，还没结案呢，我这已经加快进度了。哎，等等。哦，这个，我知道了，咱就直接指证了，加快一下进度。反对。这我虽然长期留学在外，但有个成语我还知道，那就是作茧自缚。你刚才说了吧，凶手无法将断电的时机算得分毫不差。很遗憾，这场断电根本无需计算，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场意外。审判长，请看这件证物。是的，研究所的电路本来就处于长期满负荷运转状态，一旦任何一处电路发生短路，立即将使电路超载，引发全所停电。这个插头被烧坏的痕迹正是其短路造成的证据。它为什么会在我手中？还要多亏我的助理才是，难怪你会如此着急，毕竟他可是从你办公室里找到的呀。这插头是在乌雅剑下办公室找到的，他有没有用过？验指纹便知，他只需要所长进入电梯后，将这插头接入电路，就可以把所长分秒不差地困在电梯里。而电梯中的内线又刚好直通证人的办公室，你只要及时赶回自己办公室，接起所长打来的求救电话，告诉他电梯已达到2层，静候开门，这个死亡陷阱布局就完成了。当然，这你说你自己身处办公室，可有任何证据？若你证明不了自己在案发时身在办公室内，对面的小姐可有数不清的理由这样罪于你。例如，死者进入电梯时，你也许正隐藏在3楼的楼梯间内，这个位置既能对所长行踪一览无余，也能及时返回你办公室接起电话。检方之前调查过，楼梯间内确有一处可以接入插头的插座。立场，我的立场从不会受人左右，况且你的主张与检方并不相同。我只想告诉你，既然上了法庭，说话就要讲真凭实据。
如此最好。刚刚辩方提出的假说证据还不够充分，这一点警方再不追究。既然你口口声声要指控这位证人，想必你已经将前因后果想得十分清楚了。那我问你，这位证人在死者手下工作多年以后，他有什么杀人动机？反对。这不很简单吗？辩方认为乌雅剑下具有非常充分杀害苏所长的动机，他对所长痛下杀手，也许并不是出于他个人意愿，而是为了某个人而为之。这是夺得了一时，夺不了一世。你对现在的局面难道没有一点觉悟吗？啊，之所以痛下杀手，就是因为这个人，就是因为他，就是他。导致白依林失去双亲，头部遭受重伤的真实原因，你不会不知道吧？将白小姐害到这般地步的是那个名为天遁的犯罪主人，并非如此，那只是研究人众人对白小姐的一种说法罢了。而本案的死者已被证实与那个组织有所勾结，就足以成为你的杀人动机。反对。你说的对，金属徽章和账目确实不在乌雅剑下的获取范围之内，但研究所内还有别的证据能够证明苏社长和天遁的关系。是什么？更直接关联的证据。这个快递单据，就是他。哎，不是吗？哎，不是吗？不是单据吗？最直接的关系啊，我看看。这个吧，遥控器吧，这是因为高威力炸弹的遥控器。总之，这个遥控器牵扯到了一起陈年旧案。2018年3月10日，当时年仅15岁的白小姐和她的父母在天照民国旅行，不幸在魔方体育场遭遇了天遁组织发起的袭击。是的，这起案件造成了十分惨痛的后果，白小姐父母亡故，而她自己则头部受创。虽然那场爆炸并非这个遥控器导致，但这个遥控器的模样却刚好被登记在了报纸上。案发前一天的《世界时报》里明确说，这个遥控器可能就在天遁手里。金夏先生很有可能在所长发现了他，这样一来，他不但会认为所长与天遁有染，有可能将他当作6年前策划爆炸案的罪魁祸首。这样一来，并非凭空猜测，因为白依林在日记残页里已经记下了相关内容。乌雅剑侠和黄副所长在案发之前才刚刚讨论过这个话题。证人在多年的工作中与白小姐培养出了堪比兄妹的深厚情谊，他的动机就是为了替白小姐报仇，杀死那个害他父母、失去父母和记忆的罪魁祸首。也就是说，这研究所的所长朱平江。肃静，证人对于辩护方的推论，你有何看法？小白，我朱所长他。还我委托人一个清白，还没结束啊！还没结束啊！现在看来，这研究所里的毒瘤大概也只有所长一人而已。如此一来，本案对立场没有改变的必要。对于辩方的主张，我方只有一个意见，就是全部驳回。
啊，辩护方又是这个。至今为止指控证人的所有主张都还停留在臆测的阶段。检控方反对！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一次我不会让你轻易驳倒我的。哼，不光是乌雅剑侠，被告同样可能获知了死者与天遁关联，从而酝酿作案计划。反对！蓝妙师身为一个海归留学生，不可能得知死者与天遁的关联。他来到研究所之后，只是一个打杂的实习生身份，更不可能接触到如此核心的信息。反对。那我倒要问问你，那个可以锁定死者身份的炸弹遥控器，不正是在被告所在的仓库里发现的吗？他甚至可能比任何人都早一步知道真相。对呀，我把这件事完全忘掉了。不光是乌雅剑侠，被告毕竟才来不久，他甚至可能是为了向死者复仇而特地混进研究所。反对！被告来到研究所是否居心不良，这只要查一下他的背景不就清楚了吗？反对。310魔方体育场爆炸事件涉及死伤者众多，人际关系更是庞大复杂。更何况，天遁组织存在多年，所犯下的罪行又何止这一起？不要说是被告，这整个法庭里的任何一人，都有可能被天遁直接或间接伤害过。想要完全排查证伪，就如同只有一名钢琴家，却想要做到4手联弹一般天方夜谭。这，也有点道理。不光是被告，实验室的门牌上已经不存在任何痕迹，无法证明究竟是谁将其调包。反对！门牌上真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吗？警方是否可以验证 DNA 之类的？反对！你以为实验室的门牌只有你一个人在关注？警方已经突击检测1天1夜 ，DNA 这种东西比指纹更难留存。这门牌是光滑平整的表面，正常触碰。警方就不能再给点力吗？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驳回。我知道了。不光是乌雅，行，知道了啊。被告同样可能获知了死者与天遁关联。最后一句啊。被告至于短路事件，被告距离电闸更近，他有更丰富的手段达成同样的效果。反对！就算被告距离电闸箱更近，检方也没有找到任何他曾经操作过电路的证物，而这个插头却是我们在乌雅剑侠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它的存在不可被忽视。反对！一个坏掉的插头，只是有可能制造短路，你无法证明它在何时何地被使用过。反对！就算如此，在制造短路这件事上，乌雅剑侠的嫌疑也比我的委托人大得多。反对！这可未必。被告可以在完成行凶后，伺机将插头放入乌雅剑侠的办公室，甚至有可能一开始他就发现了办公室内的这个插头，他只是借用了一下。这简直是强词夺理！是不是强词夺理？凭你手上的证物根本无法证明，这正是检方一切的逻辑基点。你的所有推论都来自承认真凶另有其人的前提，却没有一样证据可以实锤这一点。而检方完全可以在被告就是凶手的前提下，完满的解释一切。OK， 被告完全可以在暗中观察到死者进入电梯之后，用插头引起短路。反对！被告很难找到机会观察死者走入电梯。我没记错的话，他只要一见到所长，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反对！你在自己的事务所里，想要观察你们的龙所长是否走进了电梯，这好像也不是很可能。被告完全可以在假意接受恢复供电的指示，实则是拖延时间，让电梯切换至备用电源。反对！被告没有拖延时间的必要。
电梯切换至备用电源的速度非常快，这一点我亲身。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无需拖延时间的被告做起案来，岂不是更加得心应手？好像是的。被告完在而电闸所在的中央控制室、电磁实验室和仓库楼层相同，被告才是距离现场最近的人。反对。2点之间直线最短，乌雅剑侠与现场的距离实际上比被告更近。如果存在某种可以从2层直接移动到3层的隐秘通道，反对。你先找到这个隐秘通道再说。是。被告完在也就是说，你所设想的行凶计划，被告同样可以执行所有步骤，甚至更为方便。反对。那个，对，这个那个听那个机器人儿，是乌雅剑对呀，那个机器人的命令。哦，那么就听你具体说一说。那个机器人啊，到底是哪个行为？整个行凶计划中，被告蓝妙师做不到。青樱帮忙处理现场，让青樱帮忙处理现场，搬运尸体。被告还只是一个实习生，他没有命令青樱。欢迎于雀晚上好。那又如何？什么？命令青樱搬运死者，本就是你站在被告无罪的前提之下所做出的推理。然而青樱的记忆已经被删除，唯一切实的证据是他腹舱内的卢米诺反应。但他是否真的参与了运送尸体？欢迎永不为猫回来！我今天还在播，真不敢想象，太久了。永不磨面猫说，到现在也未能提交加班了。哎，这都快结束了，我就想加班加点把它播完，起码先把这个庭审打完，后面的话之后再说。反而让被告的嫌疑更加深重。永不磨面猫说，下周的时间表有了吗？有了，我到时候本来想说结束之后发的。我觉得有可能是这大哥直接认罪。哎，有没有不用返回研究所就能取得决定性证据的办法呢？又整理案情。哇塞，这还有动画呢，兄弟们！啊，虽然就这么一点吧，但是没想到官方还做了个动画，好像之前没看到有这个动画。最有可能留下破绽的是哪个环节？处理现场的时候。然而案发发生时他根本不在现场，他们上唯一破绽只可能在案发之后留下的。有处破绽被我忽视了，我现在某件证物应该可以指出案发之后乌雅剑侠留下的微小破绽。这个吧，创可贴。还有什么没有举证？我看一下。想想啊，还有什么没有被举证过？这个吗？啊，对，手指受伤。为什么会伤到手？最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受伤的？最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头盔吗 ？OK， 摘这个头盔。
一下啊。欢迎向晚月进入直播欢迎间。向晚月晚上。留下什么痕迹？留下什么痕迹？是在创可贴创可呢？哎，等一下啊，哎，刚才有那个可没了。哎，不是我的创体，不是，创可贴。对，我说这可怎么半天不出现？还沾染着死者的血迹。但如果在创可贴上被检测出其他人的血液，或者比如说死者血，你该作何解释？还有可能是在处理现场时受伤的。如果他的创可贴发现了死者的血迹，就说明他在手指划破时，并拿着沾满某死者血迹的物件。不是无理取闹，当天检查就知道了。这来历可有迹可循，有，就是他。真是自己买的吗？看这个创可贴的包装盒，印有购买时间的票据，当天的下午17:34。这个包装盒是在白依林小姐房间找到的，其中创可贴刚好少了一片。她在日记中清清楚楚的写：“你的伤口是我帮忙处理的。”你也仍然要顽抗到底吗 ？OK， 活。OK， 反对。证人，我问你，再过几天，白依林的记忆就会再次回归原点，并正端在听众旁的他一定会如往常般记下这一周重要之事。你希望他在笔记里写，是你现在这副穷兵黩武、负隅顽抗的丑态吗？小白。反对。等一下，谁呀？是谁？是我。够了，律师姐姐，思考日志吧。揭示因详细在而起，我实在看不到你们继续争执下去了。是的。剑客叔叔他，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无论是替剑客叔叔包扎伤口，还是那颗创可贴的事，我都不记得。小燕子至今都不愿意相信朱所长真的被人杀害了。我知道研究所的大家都对我很好，很照顾我。小燕子就可以用自己的头脑，而不是这个笔记本来记下一切了。无论你说什么，我都愿意相信。所长啊，是我杀的，直接认罪了。初次来到这座研究所还是在6年前，
当时主管部门给我的任务是尽力照顾一位特殊的病人。哟，老哥穿这身衣服还挺帅。那时1年前的他只有15岁，他的父母皆在惨案中亡故，自己则重伤未愈。他带着呼吸机，经过在床上那样子是那样的无助，却又那样的安详。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暗下决心，无论今后发生什么事，都会倾尽自己的一切，守护左右。倾向于不要让病人立即意识到自己在失忆。有一个人可以几年如一日扮演他的同龄人，永远陪在他身边，这样我感觉会好一些吗？我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武侠迷，不过那都是10几年前的事了。哇塞，老哥真是牛逼呀！一切都变了，这个把你收养过来，表面上对你很好，做研究帮助你恢复记忆的朱平江，实际上根本就是6年前夺取你父母性命的主谋之一。我本来也不愿意相信，就去找他对峙，才知道。误会我在组织没能在这些年搞出更大的灾难，弄死更多人吗？我操，这老哥直接认了。我本来想求助于黄副所长，和他商量之后，他认为这件事过于重大，一旦公布于世，只能给研究所带来无尽的灾难。我不能质疑小白的安危与无辜。就是你动的手了。小白，你的一切痛苦都是朱平江一手造成的。我这居然还有配音。可以是一个生活幸福的普通女孩，大笑。哎，跟喜欢的人恋爱，永不磨灭猫说困了。我也是，我明天还要上班呢。可是这一切都被那个朱平江给毁了。你的幸福凭什么要被那样一个畜生不如的人给夺走？就算他是机器人领域的奇才，头顶无数学术光环，可他也是个恶魔，是个邪道，他不配。所幸老天有眼，让我及时知道了魔方惨案的真相。欢迎诺尔梅斯进入直播间。欢迎诺尔梅斯，晚上好，晚上好。我怎能再容忍那样的人继续坦然无忧地活在这世上？纵死峡谷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小白，从你的生命中铲除这个恶人，虽然是我无可推卸的责任，可是这样残忍的事，请你不要记下来。我知道朱平江也给你带去过很多快乐的记忆，你记住那些开心的事就好了。而日记里关于我的内容，你只要尽管涂掉，当我未曾存在过便好。不管怎样，事已至此，我不会后悔。这一生只有一次的下课，我等得还像样吗？不像样啊，剑侠先生。同学姐姐，保护白小姐，行侠仗义。马上就要进监狱的你，要准备怎么去保护她呢？别说保护了，研究所一下失去了你和朱所长2人，那个本来可以治愈白翼灵顽疾的彭祖计划还能继续下去吗？无论你用多么痛心无奈的借口来为自己辩护，犯罪就是犯罪。被行侠仗义的幻想冲昏头脑的时候，你真的想过这会对他造成什么后果吗？你想过他的日记中
会因此充斥多少血腥吗？王妮和白小姐相处了6年，却连她是个外柔内刚的孩子都不知道。她每过7天，都要重新面对那记忆空缺的6年和双亲的离去。就算她以最快的速度接受身边的人，在经历了短短几天的欢笑时光之后，就要再次抱着对未来的绝望全部归零。但她还是认真的把身边那些值得留念的人和事都记了下来，而且从无怨言。那样的人内心有多坚强，你能想象得到吗？保护他，保护他，保护他！你说的这么义正言辞，可这样的保护真的是白小姐想要的吗？反对，足够了，不要太过火了。反对有效。对不起，叶静，太迟了呀！我已经没有机会去理解小白的意愿了。宗师姑娘，不，应该叫你律师小姐吧。你说的很对，到头来，我不过是一只身披侠客面孔的落水狗罢了。不够坚强的人，其实是我才对。小白，我已经永远失去像一个真正的侠客那样守护你的机会了。OK 啊，可以了啊，保存一下啊，咱今天就下播了啊，后续的咱们之后再打。下播，光速下播，明天上班了，大家拜拜。